菩提心，菩提的意思是觉悟、觉醒。在佛家呢，有一个叫发菩提心，简称为发心，全称为发菩提心。所有修行的人都要长时间的来发这个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什么呢？发菩提心就是发愿，发大愿，发成佛之愿。通俗的讲，和儒家立志是完全一个意思。儒家就是为学者先须立志，立什么志？立圣贤之志，立四维之志。四维就是北宋的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就立这四维之志。立了这四维之志而读书，和不立这个志而读书效果完全不同。为这四志而读书，就叫读圣贤书。如果没有这四个志而读书，那么就是所学的知识只是用来喂养自我、壮大自我之用，效果恰好相反。在佛家也是，怎样让我们所有的学习、所有的修行都变成向成佛之路上的促进之因，前提就是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。发了菩提心的人，人生中任何顺遭遇和逆遭遇都可以用来作为助道之源。顺缘很好，逆缘更好。那么如果没有发菩提心，顺缘有可能让我们像那个温水煮青蛙那样，让我们懈怠堕落；逆缘也可以让我们崩溃，使我们成为修行的阻碍。那么到底能不能转顺缘和逆缘为道用，为助道之用，还是在逆缘或顺缘中堕落崩溃，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。包括学习这些经论知识，这些经论知识是作为促成我们通向觉醒之路的那个助推器，还是成为满足我们虚荣、自大、自恋的一种工具？我们这几十年来见到太多的人学佛是出于世俗目的而学佛，也就是为人之学，而不是为己之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学这些东西是为了达到他世俗的目的，为了显摆之用。看我掌握了多少佛学知识，我掌握的你们都不懂吧？以此来炫耀，满足他的虚荣。那么怎样保证我们的学习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和炫耀，而是切切实实把这些东西化为动力，促成我们更好的、更顺利的走向觉醒？前提还是我们有没有真切的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此生唯一目的在成佛，无论我此时此刻有多大，不管我现在是青年人、中年人还是老年人，我不管那些。那么今天此时此刻让我治愈了佛法，有机缘与佛结上了法缘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所有的余生乃至于我生生世世只有一件事，非成佛不可。在我未成佛之前，我不作他想，
其他的事情都往后摆一摆，往后拖一拖，再重要的事情都摆在第二位，第一位永远是成佛，成佛，成佛。这就叫发菩提心，把成佛放在所有事情中的第一位，放在人生中的头等功课奔赴的目标，功课的最大的目标，这就叫发菩提心。只要把我们成佛放在第二位、第三位，把别的世间琐事放在第一位，这就叫没发菩提心。用儒家的话说，就是立志不坚，或尚未立志，就是这样。修行第一步是把自己的心意调柔，不仅佛家如此，儒家亦如此，道家、基督教、人类大的文明体系无不如此。儒家十德中，就10个具体德目中，温良恭俭让、仁义礼智信，那个温良恭俭让的第一个字儿就是温。温是什么？就是温柔。温柔是什么？就是这里所说的调柔，就是把心调柔。调柔就是温柔，就是用最大的温柔来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。温柔是对治嗔恨心的。所有人都有五毒，五毒中都有一个重要的一毒叫嗔毒。嗔毒就是嗔恨，对自己种种不满意，种种怨恨，对他人、对这个社会、对这个世界种种不满意，种种怨恨，有着强烈的愤恨情绪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看谁都想骂几句，这就叫嗔恨心。那么把嗔恨心调柔下来，调下来就叫调柔，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把自己尽可能变得温柔温和。只有温和了，我们的心才能融化，乃至于身才能融化。因为愤恨让我们紧张，紧张让我们焦虑，焦虑就带来僵硬，就像结了冰的水一样。现在要让这个冰再回去，慢慢的变成水，像水一样的温柔，变成水了就可以流动了。冰是流不动的，因为冰是坚硬的、冰冷的，它没有办法流动的。我们这个身体就像冰一样的，像顽石一样的坚硬啊，不能流动，僵死僵硬。那么通过调柔的方式，让身心慢慢的融化，这就是暖点忍是第一法。第一步要达到暖，暖实际上就是温柔像春天一样的温暖，把自己的身和心融化了。融化以后，身心就流动起来。这一流动起来，我们就有了生命力，就有了智慧。不是像很多人，不是经常网上就有一句话吗？有很多人只有1岁，无论他活多大都是1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第2岁是重复第1岁的，第20岁是重复第19岁的，第80岁是重复第79岁的。所以他尽管活了80岁，但是他实际上只有1岁，剩下的79年都是重复那第1年，他没有任何变化，没有任何成长。为什么没有变化，没有成长？根本原因就是他的心不流动，他的心像冰块一样冻在那里，像狗熊一样冬眠了。他冬眠了10年，他也没有变化呀，因为他处在冬眠中嘛。人只有走出冬眠，活动起来，人才可能成长嘛。
心也如此，身体也是如此。我们身体要想有一个非常好的健康和旺盛的精力，它也要流动起来。那僵硬、僵死、机械那是不行的。那么通过什么？通过培养自己的爱心和慈悲心，培养自己的利他之心，培养自己的发菩提心，不断的发，不断的发。为什么要不断的发呢？因为一次发这个信心不够巩固，要不断的发，不断的强化，不断的告诉自己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人生不仅是此生，而是生生世世只有一个任务：成佛。在未成佛之前，我其他的事情都往后摆一摆，它的重要性都往下降一降。成佛是第一重要之事，是如燃眉之急，刻不容缓。我要集中一切时间精力，把此难题给攻克，无条件的成佛。菩提心最大的一个作用，就只要我们真正的立起了菩提心，身心一下就动了起来，就活动了起来，就生动了起来，而不是像之前冬天似的那个如坚冰一般。这就叫调柔，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把自己僵硬的身心调柔，变得越来越温柔，像春天的小溪一样的温柔，那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，要付出很多的努力。